堂堂国家一级保护植物，因为太好吃被端上了餐桌。如果在野外看见，千万不要随意采摘。这里是知识 TMT。纯菜一生就是靠好吃而出名。西晋文学家张翰就为了那么一碗纯菜羹，直接辞职回家，留下了纯炉之思的美谈。迄今为止，很多中国人的胃还是离不开纯菜，尤其是在南方，比方说西湖纯菜羹就非常出名。据说纯菜的口感鲜美润滑，一般都是取最嫩的根茎和叶子。纯菜的适应能力非常强，它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，但如果实在寒冷干燥也没事儿，纯菜会自我保护进行休眠。看这样子，纯菜怎么说也不像是数量稀少会灭绝的样子，为什么还要保护它呢？首先，纯菜虽然环境适应能力很强，但是一旦离开了深水环境就很难保鲜，因为纯菜的保鲜对湿度要求很严格，一旦没有达到这个湿度，纯菜就会变得枯黄，这和鱼儿离不开水是一个道理。所以纯菜的保鲜工艺极其繁琐，一般采用灌藏保鲜，要经过杀青、灭菌、检验等近10个步骤。但是平常普通人去采摘，怎么可能搞出这么繁琐的步骤呢？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纯菜意外身亡。其次，之所以要重点保护纯菜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。纯菜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人体所必需的各种微量元素。有这么多优点的纯菜，如果不冠上一级保护植物的名头加以保护，恐怕很快就会走向灭绝。另外，野生纯菜的分布数量极其稀少，俗话说得好，物以稀为贵。2020年8月，在广东的南雄就发现了面积70亩的野生纯菜。这种面积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是就这70亩的面积却成为了全国排名第1，这说明如今野生纯菜在我国的产量十分有限。纯菜作为我国一级保护植物，竟然能吃，看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蠢蠢欲动了。野外见到纯菜，这不得赚翻了吗？但事实上，野生纯菜并不能私自采摘。首先，纯菜本身就存在过敏物，如果野外的纯菜都开放采摘，就会导致某些管不住嘴又想占便宜的吃货病从口入。目前而言，纯菜的市场供不应求，如果不加限制的话，纯菜很可能被吃到绝户。据相关权威报道，纯菜1斤可以卖到20元，价格快赶上猪肉了。这么暴利的植物，为了防止无节制采摘，自然也只能列为1级保护植物，严格的保护起来了。但是为什么菜市场的纯菜有免罪金牌呢？因为这些都是人工养殖的纯菜，纯菜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人工种植。像浙江的一个菜市场，每年就能销售西湖纯菜1.2万斤。另外，太湖沿岸有100亩的种植基地，这里大多是个体户。可以看出，随着科技手段、专业技术的加强，人工养殖的纯菜数量是非常可观的。野生纯菜目前主要生长在池塘、沼泽这些湿地当中，而如今这些湿地依旧处于保护之中。2024年2月2日，在世界湿地日当天，我国表示将全面加强湿地保护修复。这说明我国如今的湿地还没有达到可以放任不管的地步。更进一步的讲，能够长出野生纯菜的湿地非常的少，人工养殖的纯菜可以吃，野生的不能吃。或许宝贵的不是纯菜本身，而是纯菜的生长之地。我国为了保护野生纯菜，费尽心思。首先，我国计划将1100万顷的湿地划入国家公园体系，将要接受国家最严格的保护。因此，野生纯菜作为湿地生态的一部分，自然要被保护起来。以后如果再想挖到野生纯菜，估计会非常困难。其次，我国还专门就近设立了保护点，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云南腾冲。此前就有相关专家学者到达此地，发现这里的野生纯菜长势很好，甚至是全国罕见，所以就直接就近成立了野生纯菜原生地保护点。为了保护野生状态，将保护机构设立在附近，这可是连大熊猫都没有过的待遇。
最后，为了保护野生纯菜的优秀基因，就算是人工种植的，也非常严格的进行限制。就拿重庆的石柱纯菜来说，该纯菜基地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，不得盲目扩大栽种面积，不能盲目追求单产的数量，一切以保护纯菜品质为前提。说白了，就是要保住纯菜优良的野生基因。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，很多野生的一旦变成家养的，那么野生基因就会基本上消失殆尽。比方说家猪和野猪。作为唯一能吃的国家1级保护植物，综合来看，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惨。能上餐桌的也只有人工种植的，野生的纯菜如果敢采摘，就是一种很行的行为了。想要满足口腹之欲当然可以，但不要触犯法律，不要威胁到野生纯菜的生长和延续。如今野生纯菜正慢慢的走向欣欣向荣，未来的覆盖面积必然会进一步扩大，这对我国的物种多样性又是浓墨重彩的一页。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